今天呢，我们来讲清楚什么叫经济复苏。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复苏的时期？普通人在一个复苏的时代该怎么活、怎么做才能不掉队，甚至能抓住时代的机遇？经济复苏是什么样？经济复苏这个词儿其实是经济周期当中最令人期待的一段时间了。它是指呢，经过一轮经济衰退或者是通缩之后，整体经济开始转好。企业开始赚钱了，就业机会增多了，消费回来了，投资变多了。我们首先来看看最常见的经济复苏的信号有哪3种。第一个肯定就是 GDP 了，它的增速会回升。第二个就是失业率开始下降了。第三个，企业盈利开始转正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再配上央行的边降息边观察的货币政策，那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复苏周期开始了。但是要记住啊，复苏不会是一夜之间爆发，而是一段慢慢好起来的过程。这就有点像啊，春天刚到来的时候，虽然早晚还是有点凉，但是空气里已经有了生机勃勃的绿意。然后我们来看看复苏时代有什么样的经济特征。在复苏阶段呢，整个社会的情绪曲线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你会感到呢，悲观的人变少了，虽然呢大家也不敢特别乐观，但是呢整体的社会氛围啊叫做谨慎乐观。企业呢开始补库存了，开始扩产能了，虽然还不敢大规模的投资。与之相对应的，那肯定就是就业市场开始回升了，新的岗位开始出现了，特别是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开始慢慢回升了，尤其是刚需加性价比的产品。然后呢，你会开始发现，这个咱们的房子开始不再暴跌了，止跌回稳了。然后呢，商家打折促销的行为越来越少了。还有呢，你会发现你买的基金净值开始回升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如果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托底加微刺激，那说明政府也意识到是时候该推你一把了。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会是什么样？托底加微刺激，是和强刺激相对应的，叫微刺激。那如果你问我2025年的中国现在处在经济周期的哪个位置，我的判断是呢，我们正在接近复苏周期的起点，虽然呢还没有完全进入。什么叫完全进入？当经济周期到达这个象限的时候，甚至到达这个区域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复苏的经济体感了。但是在经济复苏的早期，可能有的人还是会觉得早晚有点凉，没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数据。第一个，我们的 GDP 呢，总体上来说呢，增速是在回升的，虽然说回升不稳，主要因为咱们还是要现在靠出口拉动。第二呢，就是咱们居民的这个消费也是有所回升的。当然了，这个高储蓄同时存在，说明大家的消费信心还不足。第三个，咱们的房地产现在呢还在筑底，土地财政和居民购房的意愿没有发生根本的扭转。那很多人说是不是通缩呢？也有点像，因为毕竟啊，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有 CPI 都是在下行的通道。但是你说咱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复苏呢？也非常像，因为咱们的工业利润 PMI 已经不再恶化了。PMI 工业利润 CPI 还有商品，现在我们的经济体感呢，就有点像冬天太冷，刚脱下羽绒服，换上 T 恤呢，还有一点凉的那种春天刚刚到来的感觉。那么世界上主要的这些国家有哪些年代是复苏时代？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到什么呢？首先你看啊，1949年战后的日本重建带来了它制造业的腾飞。再比如说中国1993年小平南巡后经济全面的复苏，还有中国和美国在2009年，也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4万亿，
美股走出了大牛市。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啊，每一次复苏的机会都是给那些提前准备好的人留的。也许我们不能控制经济什么时候复苏，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在复苏来临之前，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已经提前做好准备，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啊，如果经济进入了复苏的时期，哪些行业最先复活，哪些职业最吃香，我们该做哪些准备才能够抓住第一波红利？先来看行业。复苏时代，什么行业最先复活？答案可能跟很多人的直觉相反，最先复活的往往是之前活得最惨的，比如说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你想呀，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些行业的订单是断崖式的下滑，裁员降薪，库存堆积。但是，一旦周期开始回暖，国外需求一旦有复苏的苗头，那么新增的订单就会立即转化为它的生产，它恢复最快。所以呀，我们经常看到新一轮的复苏周期，你观察几个指标啊，第一个用电量是不是上升了？还有制造业的 PMI 是不是上升了？还有这个港口的货运吞吐量是不是在上升？如果这些个指标都在回暖，那么带动的就说明重资产、重制造的产业链中下游在复苏。特别是你像外贸代工行业，比如说服装、电子、汽车零部件、原材料供应的行业，像钢铁、有色、化工，还有工业设备的行业，机床、电机、模具，复苏之初这些行业会是最早吃到红利的。接下来就是第二梯队了可选消费，这个也很好理解经济转好了，人们的收入稳定了，愿意花钱买点享受了，于是呢，你会看到像餐饮旅游电影院健身房这些地方的生意会逐步变好。同时呢，服装、美妆、小家电、电动车的销量开始恢复，新消费的品牌、线下连锁开始扩张。如果出现了这些信号，那就说明居民的消费信心进行了恢复，之后的边际消费开始升级。最后才是第三梯队，谁呀？科技和地产。因为这俩行业的典型特征是高杠杆、长周期、高投入。在复苏的初期，大多数人呢还在修复信心，不敢承担风险，所以这两个领域呢是滞后上涨的后周期行业。而一旦进入复苏的中后段，这两个行业的爆发力往往最强。讲完了行业，咱们来看看个体在经济复苏的时代，哪些职业最吃香。第一类呢是行业绑定型的职业，啥意思比如说这个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因为什么？制造业先复苏那你再比如说呢，像这个供应链管理、工厂采购、品质管理都是跟制造业相关的，因为呢订单在恢复你或者说呢，你跟可选消费相绑定的，比如说这个销售经理渠道负责人还有说像旅游策划门店运营餐饮管理那只要你的行业在复苏的行业是先复苏的，如果你具备执行力加沟通能力，那这一波红利你就能吃到。第二类是流量型的职业，流量红利型职业有哪些比如说新媒体运营自媒体创作者品牌电商短视频直播还有比如说帮品牌跑增长的内容创意、直播编导、电商客服，这些都属于流量红利型的职业。一旦经济开始复苏，那企业呢就开始愿意花钱了，他们最先花钱的地方就是打广告去获取流量。所以呢，只要你能帮别人把货卖出去，把内容做出来，那你的价值就会被迅速的放大。第三类呢是转型者的隐藏机会。如果你现在在一个萎缩的行业，比如说传统的地产教培平台内容审核等等，那建议你可以提早的转入这些制造、可选消费相关的行业。那如果你现在有项目或者是管理的经验，你可以转向 To B 方向的数字化转型的项目，或者呢 AI 制造业的应用管理。
如果你年轻，经验不多呢，你可以从跑业务啊、带货开始。复苏时代啊，缺的不是学历了，而是你敢尝试、能干加执行力。所以呢，在经济复苏的时代，普通人怎么选职业、干什么行业？那我的建议呢，就是选对赛道，站到有增长的一边。那如果你是打工人，你的努力呢，必须要绑定在确定会增长的行业。如果你是个体户，那你的经营呢，要尽快往有人开始花钱的地方去转。如果你是投资者，那你的配置策略就要从保守为主，逐步向精选进攻去靠拢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当然还不是盲目 all in 的时候，但是已经必须开始为转向做准备了。那如果你也觉得复苏将至，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行动，我建议你啊，在个人资产配置方面记住3句话。第一呢，叫守住现金流。复苏初期啊，最怕你撑不到春暖花开。第2句呢，是筛选机会资产，不要 all in， 但是呢，要开始布局反弹行情。第3呀，就是要投资你自己，不论是你的健康还是你的技能，这个时候啊，都要抓紧充电。而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夕阳产业，那一定要做好换船的准备。同时呢，锻炼身体，手不释卷，布局长远。经济复苏的时期不是暴富的机会，而是你不变就会掉队的分水岭。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觉得有启发，欢迎点赞、留言、收藏。我是素，我们下期见。